第91章成长的塔罗会。作为未来号的船长，加德利亚对弗兰克里暗藏的危害性有着比别人更加深刻的了解，明白这位大副的奇思妙想有的时候真会带来可怕又疯狂的发展。如果不是那些创造还无法传播开来，缺乏必要的元素，加德利亚相信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当然，若真有这么一天，他肯定会抢先清除弗兰克里，把他丢进海里喂鱼。没有神性的情况下，有的事情就算成功，也只会局限于很小范围内，无法往外蔓延，带来大的灾难。单纯只是晋升序列物，不会有质变产生。而且弗兰克最近都比较收敛，专心于研究黑暗里也能生存或吸食怪物尸体成长的种植物。念头反复回旋，曲折变化中，隐者加德利亚最终做出了决定。你想用它换取多少金钱？他隐约感觉得出来，世界格尔曼斯帕罗最近似乎很缺钱。8000镑，如果用大量金币代替，可以获得折扣。克莱恩暗中舒了口气，操纵假人世界回答道。想到弗兰克里应该拿得出这么一笔钱，而且肯定无法拒绝德鲁伊的非凡特性，加德利亚沉吟了2秒道：成交，给我1周的时间筹集，没问题。克莱恩让世界格尔曼斯帕罗收回了视线。这次原始岛屿之行，如果不是最后引起了教堂深处那位存在的注意，他现在觉得可以打个满分，不到半个晚上就收获了一张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亵渎之牌，一件价值不低于1万镑的神奇物品和可能的16000金镑，而且还不用缴税，抢银行都没有这么快。可惜啊，那座原始岛屿不见了，要不然缺钱的时候可以上去转一转。克莱恩思绪发散中，看见正义小姐望向了倒吊人先生，雨涵期待的问道：有迷幻风铃树的果实了吗？奥黛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有些预料，因为世界先生这段时间收获了那么多序列5的非凡特性，而倒吊人先生和他在之前1周内疑似有过私下的合作，应该不会什么都未拿到。这从倒吊人先生笃定满足的状态中可以解读出一定的线索。正义奥黛丽对自身的观察已是越来越有信心。倒吊人阿尔杰呵呵一笑道：我正想告诉你，我已经拿到了那枚果实，真棒。奥黛丽控制住了自己，没做出太过激动的表现。这意味着他已经凑齐了催眠师魔药的所有材料，只等心理医生魔药彻底消化完，就能尝试晋升了。而这不会太久。已在东切斯特郡贵族圈子里成为众人烦恼倾听者和开解者的奥黛丽很是笃定的在心里想着。坦白的讲，如果不是刻意去引导那些贵族说话，奥黛丽真的无法想象光鲜体面总是带着笑容的他们，大部分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有着别人无法想象的痛苦。时代的变迁，社会的潮流，让不少人时刻担忧着家族和自身的未来。当然，这也与他们并非大贵族，掌握的资源相对不足有关。这些事情让奥黛丽真正理解了人格面具这个概念，清楚了在面对不同目标时，每个人都会戴上不同的面具。总结出这方面的情况后，他的心理医生魔药瞬间消化了不少，进度明显变快。也许2周，也许更短或更长一点。总之，在回贝克兰德前，我应该就能成为催眠师了。正义奥黛丽眼眸明亮的看着倒吊人阿尔杰道：你想用它换取什么？刚晋升序列5没多久，已获得半神大门钥匙，且即将有强力神奇物品的阿尔杰目前最缺乏的是钱，所以毫不犹豫就开口道：2000镑成交。奥黛丽相当轻松的回应道：这笔钱无需报销，他自己就能简单拿出。达成交易后，奥黛丽忍不住长长的舒了口气，终于没有那种自己要掉队的感觉了。这段时间以来，他眼睁睁看着福尔斯成为序列7，看着倒吊人先生靠近高序列，看着世界先生干掉一个又一个序列5，拿出了一份又一份相应的非凡特性，而自身还停留在心理医生层次，停留在序列7，心中难免有些压力，出现了点急躁，全靠自我安抚和苏茜开导，才没让情绪产生丝毫问题。现在他终于能向前跨出一步，往序列6进发了。心情舒坦的奥黛丽愈发享受起聚会，听见隐者女士对世界先生道：与那滴神话生物血液有关的问题，我可以给出回复了，你需要单独交流吗？愚者克莱恩饶有兴趣的操纵世界格尔曼斯帕罗问道。如果是用知识交换，我就等于白赚一笔。他颇为期待的想着。隐者加德利亚环顾一圈，沉吟几秒，摇了摇头道：不需要，我能支付2种报酬，一是看一次命运之轮牌，相信你应该清楚，这张罗塞尔大帝制作的亵渎之牌代表着什么。
二是提供弱小期短暂恢复一定力量的办法。请你将这些话转告那位天使，问他对哪种报酬满意，提供弱小期短暂恢复一定力量的办法。神秘女王这是猜到与水银之蛇有关了，这不合理啊！天使明明还包括序列2先知的，就不允许愚者有为命运途径的天使侍奉。也不知道威尔昂塞汀清不清楚自身途径成就序列0的方法。如果不清楚，那看一次命运之轮牌是他无法抗拒的诱惑，不过可能不大，他活了那么久，又是序列1，不至于连成神仪式都未掌握。呵呵，不知道命运之轮牌上罗塞尔是什么形象？长了张大地脸的蛇和其他动物。克莱恩一边随意的想着，一边斟酌着让假人世界说道：好，如果最终达成了交易，你需要额外支付我一笔报酬，你想要什么？隐者加德利亚谨慎的问道。世界格尔曼斯帕罗低哑笑道：我要见神秘女王一面，不用担心，事情很简单，只是必须有她的帮助。加德利亚沉默了一阵道：我尽力促成，但不保证。听着两人的对话，正义奥黛丽突然有了些不真实的感觉。塔罗会已经成长到这种程度了吗？除去愚者先生那部分，从最开始只能交易神秘学的基础知识和序列9魔药配方，一步步发展到成员间出现亵渎之牌和神话生物血液相关的交易，这还没满1年呢，真的像是一场梦境。我也成长了不少。奥黛丽唏嘘之中，隐者加德利亚继续看着世界格尔曼斯帕罗道：你要的偷盗者途径神奇物品有消息了。说话间，他向愚者先生请求，具现出了一件镊子状的物品。这镊子呈灰白色，仿佛由2根指骨打磨镶嵌而成，除此都相当普通。加德利亚介绍道，它叫断指，能提升你手腕和指头的稳定性和灵活度，让你可以轻松窃取走目标口袋内的物品而不被发现。负面影响是携带时会出现偷窃癖，价格500磅，对应序列9偷盗者。有一定程度的溢价。克莱恩考虑了下道，好，尽快交易，这样一来他就能初步探索下水道内被海柔尔挖掘出来的区域，排除掉隐患了。等到两人谈完，魔术师福尔斯本着提前求购，到时候刚好能用的心态道，我需要一份古老怨灵的诅咒物，以及它的残余灵性，你们帮我留意一下。他得到众位成员肯定的回应后，月亮埃姆林左右看了一眼，后靠住椅背，对太阳戴里克道，你们白银城有对应人造吸血鬼序列5的非凡特性吗？他不愿意称呼某太阳口中浑身流脓的家伙是血族，所以换了个说法。在他看来，既然白银城周围的黑暗里经常会有那些异变的吸血鬼出现，那收获1-2份序列5非凡特性不是太困难的事情。而且他们明显没有这条途径的魔药配方，也缺乏工匠，留着那些非凡特性只能看运气，看他们什么时候能主动的腐蚀周围物品，演化为封印物。月亮埃姆林试图说服自己是在帮助白银城，而非向某太阳求助。太阳戴里克怔了怔，没有隐瞒，非常坦诚的回答道，但是月亮先生，你想浑身流脓吗？埃姆林表情有些呆滞，一时不明白对方是在嘲讽自己，还是在提醒什么。太阳戴里克见状，忙补了一句，他们都有严重的精神污染残留，而没有魔药配方的情况下，我们白银城不会浪费力量去清除里面的问题。这样啊，有点麻烦了。月亮埃姆林轻轻颔首道，我知道了。他没再深入讨论可能存在的交易，准备先请教血族高层，弄清楚非凡特性内精神污染的事情。交易环节就此结束，塔罗会众位成员开始自由交流。正义奥黛丽抢先望向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犹豫着道，如果涉及秘密，你可以不回答。他这是在为说服父亲霍尔伯爵做准备，而且也是为了规避不必要的麻烦。毕竟黑皇帝途径的非凡者也许和王室和军方有一定的关系。克莱恩暗笑一声，让世界回答道，他来自一只卷毛狒狒。第92章冲击。来自一只卷毛狒狒。正义奥黛丽一时竟不知道世界先生是在说真正的卷毛狒狒，还是以此代指某些不会计算的人类。在鲁恩王国，卷毛狒狒是嘲讽别人时经常出现的名词，常与智商笑话关联。注意，看起来世界先生并不打算做更进一步的解释，好吧，就先当作是真正的卷毛狒狒。奥黛丽没有再问，转而说道，我之前不是为了追寻心灵巨龙的踪迹，去了一个有巨龙崇拜风俗的地方吗？可你不是已经发现那条心灵巨龙生活在当地居民的集体潜意识海洋里，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选择了离开吗？
隐者加德利亚回应了一句：“你又返回了那里？”魔术师福尔斯猜测道。正义奥黛丽摇了摇头：“不，我早已远离那里，只是最近听到了一个传闻，一支考古队进入了那片区域的某个乡村，有成员在夜里突然发疯，而这精神疾病似乎可以传染，其他成员也相继疯掉了。他们彼此残杀，或是自杀，最终无人生还。”倒吊人阿尔杰正要开口，隐者加德利亚已是说道：“这符合心灵巨龙的特点，我并不怀疑这点，只是有些好奇那条心灵巨龙是否还在原本那片区域。”奥黛丽表达着自己的想法。不会。倒吊人阿尔杰和隐者加德利亚同时回应道。斑驳长桌最上手的愚者克莱恩则由此联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诸神的矛。他怀疑那片区域的巨龙崇拜风俗是稳定那条心灵巨龙状态的矛。在这种风俗被彻底瓦解或铲平前，那条心灵巨龙应该不用再担忧矛的问题，所以他离开之后可以彻底隐藏于新区域的生灵集体潜意识大海内，无需再冒险进入各个梦境塑造信仰。这样一来，三大教会想要寻找到他将严重缺乏线索，毕竟他们都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哪怕有相应的封印物，也顶多能做到进入集体潜意识大海战斗，或将那条心灵巨龙逼出来。倒是心理炼金会或许能把握到点什么。克莱恩随意的想着，让假人世界说道：“巨龙崇拜的风俗对稳定那条心灵巨龙的状态有很大帮助，你可以让人留意这方面的事情。如果出现较大程度的变化，说明那条心灵巨龙将在别的地方制造类似的传统。”他本想说自身怀疑那条心灵巨龙有天使级，处在序列2位阶，可仔细思考后又觉得这无法肯定。确实，人类到了序列2，到了天使层次，才需要信仰之矛来固定自身，避免疯狂。可那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巨龙，是古老的超凡生物，有着祖传的疯狂。哪怕一代代有进化，一代代有减弱，也肯定比人类更容易失去自我。所以，可能序列3，甚至序列4层次，就需要矛来对抗失控倾向了。那种风俗有利于稳定巨龙的状态。正义奥黛丽又疑惑又不解地反问道。对世界格尔曼斯帕罗没给解释，只是做出肯定的答复。奥黛丽下意识转头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考虑着要不要请教愚者先生，以及自己可以付出的代价。愚者克莱恩见状，环顾一圈，轻笑一声道：“你们以为诸神为什么要传教？这难道不是神爱世人吗？”正义奥黛丽脑海内忽然冒出了标准的正统的答案。紧接着，他和倒吊人阿尔杰、隐者加德利亚等成员一样，想到了第二种答案：稳定状态。不会吧？这一刻，魔术师福尔斯觉得自己的脑袋已经不够用，他再是能编造故事，也编不出这种事情。既然是这样，不排除愚者先生只说了其中一个原因的可能。他可是在暗中侵蚀风暴之主权柄的，这与神性有关，之后可以请教下女王。隐者加德利亚有所猜测的推了推鼻梁上架着的沉重眼镜。倒吊人阿尔杰之前看过了那幅壁画，此时在听到这样的事情，已没有那种战栗恐惧的感觉，反而认真的思考起为什么信仰能稳定半神级生物的状态。其他成员，包括太阳戴里克在内，都有些惶恐，觉得自身似乎听到了什么毒神之事，不敢深想，不敢开口。这可不是只牵扯真实造物主等邪神的事情，他与7位正神，与过去那位白银城造物主的存在状态有密切联系。愚者克莱恩没再多说什么，任由大家保持沉默，姿态极为悠然。过了10来秒，正义奥黛丽才勉强笑道：“我最近遇到的只有这么一件事情。”他言下之意就是该你们了。魔术师福尔斯和月亮埃姆林这周都没遭遇值得告诉他人的事情，同时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有话说。当然，后者其实很想炫耀下自己成为了狩猎竞赛的最终获胜者，得到了始祖制作的一枚指环。倒吊人阿尔杰想了想，望向世界格尔曼斯帕罗道：“那幅壁画可以分享给大家吗？”他认为那幅壁画与下午镇与巨人王庭内发生过的某些事情有直接关系，能让太阳提前了解到白银城继续探索下去将发现什么，遭遇什么，从而提前做好准备，规避掉危险。正因为如此，分享是比隐瞒更好的选择。我没意见。克莱恩也有着相似的考虑，让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回应道：“什么壁画？似乎很重要的样子。这是倒吊人先生和世界先生在找到暴君牌的那场合作里看见的壁画。”正义奥黛丽满是好奇的等待着展示。
一道道目光望来中，倒吊人阿尔杰征得了愚者先生的同意，将天使之王分食白银城造物主的壁画具现了出来。那血淋、邪恶、惊悚、阴暗的画面一下让塔罗会众位成员呆住，就连知识渊博、见识很广的隐者加德利亚也短暂忘记了思考。他们是谁？在做什么？这用餐方式也太野蛮了吧！我们血族从第4纪以来就不提倡这么做了，尊重生命，单纯喝血。月亮埃姆林看得有些懵，因为他未曾见识过图夺遗迹内的6神雕像，认不出周围那3位带着什么。世界分享那6尊人形雕像的时候，他还没有加入塔罗会。不过他从那光辉十字架辨认出了被分食的受害者是谁，他也许、大概、可能是白银城那位造物主，神话传说里的远古太阳神太阳代里克。在之前的自由交流环节里，有展示过那位创造一切的主对应的象征符号和圣辉圣物。这不是世界先生展示过的永恒烈阳风暴之主、知识与智慧之神吗？他们为什么在吃人？不，他们在分食远古太阳神白银城那位造物主。正义奥黛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本能怀疑是不是有谁在扭曲和污蔑正神的形象。魔术师福尔斯一边有些害怕的站立着，一边觉得那幅壁画充满了黑暗和邪异的美感，极有艺术价值。他的脑海内已是想好了一个标题，那幅壁画的标题：最后的晚餐。隐者加德利亚同样未见过6神的雕像，只认识远古太阳神。他下意识皱起眉头，脱口而出道：天使之王们。对，至少周围3位是倒吊人阿尔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他自身也不确定白银城造物主胸腹间端坐的那个黝黑婴儿究竟代表谁。说话间，阿尔杰侧头望了眼太阳代里克，发现这位少年目光呆滞，不知在想些什么。这个时候，太阳代里克脑海内充满了痛苦与绝望，他认出了被分食的是白银城信仰的那位造物主，也认出了周围3位是永恒烈阳风暴之主、知识与智慧之神，这让他怀疑起神遗弃大地的说法。白银城的各种典籍中都在强调神只是因为某些缘由才遗弃了这片大地，让自己等人成为黑暗之民，所以大家只要虔诚的忏悔，祈求宽恕，总有一天神会真正归来，让阳光照耀整个世界。不，再怎么忏悔，再怎么祈求宽恕，白银城都不会获得救赎了。太阳代里克在心里喃喃自语道，因为神死了，被吃了，永远也回不来了。这意味着白银城苦苦等待和追寻的希望只是一个幻觉，永远都无法实现的幻觉。长久的静默后，正义奥黛丽自我说服般开口道，这是对3神从造物主精神里诞生的那个传说的扭曲。3神。隐者加德利亚和月亮埃姆林眼眸同时一缩，已是弄清楚了那幅壁画的大致含义，知道了这象征着什么惊悚之事，也许可没法解释那个婴儿。倒吊人阿尔杰给出回应，他悄然望了眼愚者先生，发现这位伟大的存在没有开口的意思，只是平静的看着。正义奥黛丽说不出话了，其余塔罗会成员都说不出话了。这样的沉默直到倒吊人阿尔杰散去壁画，侧头询问太阳代里克，才被打破。你有调查清楚前任首席陵寝的事情吗？阿尔杰开口问道。注意，本来我设计卷毛狒狒只是为了塑造鲁恩习俗，代指智商低下的人，结果你们一个两个全部对号入座，害得我都不好意思这么写了，只能柔和一点，说与智商笑话有关联。第93章预约。听见倒吊人先生的问题，太阳代里克有些惭愧的回应道，没有，我这段时间不断被安排巡逻任务，始终没有空隙去调查。阿尔杰对此并不意外，只是奇怪另外一件事情，你为什么不找有一定交情的朋友帮忙，可以不告诉他们真实目的，将整件事情分拆成一个个很小的不引起注意的任务，让他们分别搜集不同方面的情报，这样既不会暴露什么，也不会连累他们陷入危险的境地。太阳代里克沉默了几秒道，我没有朋友，他父母死亡之前，他在通识教育课上，在格斗训练场内，其实都有一定数量的朋友，毕竟白银城年纪相差不多的一代也就那么些人，彼此经常能够遇到，甚至还会成为队友。但那件事情后，代里克自闭了很长一段时间，又背负上了塔罗会的秘密，不知不觉就与朋友们渐行渐远，变得疏离，不再有什么交往了。最后一次有人上他家做客，还是被真实造物主污染的达克瑞金斯。倒吊人阿尔杰被太阳的回答噎到，缓了口气才重新组织其语言。
你这样并不好，仅靠自己是无法拯救白银城的，你必须团结一批人，有一些关键时刻为你提供帮助的朋友，可是这会让他们被怀疑的。太阳犹豫着说道。阿尔杰当即严肃说道，被怀疑总胜过被害死。白银城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需要怎么做，你必须考虑清楚。这种事情不可能不存在牺牲，甚至会有大量的牺牲。你是希望他们的牺牲毫无作用，还是很有价值？他没再劝说什么，让太阳戴里克内心挣扎，满是痛苦的思考起刚才的话语。倒吊人先生总是能找到具备说服力的理由。克莱恩喟叹一声，让世界格尔曼斯帕罗侧头望向正义奥黛丽。你现在能治疗较为严重的精神疾病吗？他对心理医生的了解仅限于狂乱和龙威，其他方面不够清楚，只是听正义小姐偶尔提过安抚和心理暗示，所以无法确定对方治疗精神疾病的能力到了什么程度。正义奥黛丽精神一振，跃跃欲试地回答道，可以，没有问题。世界先生，你有朋友需要治疗吗？我正缺少病例。他略感兴奋地想到。这个时候，月亮埃姆林抬起右手，捂在了嘴鼻间，似乎已经知道了答案。克莱恩无声叹了口气，让世界低哑笑道，不是我需要治疗。整个宏伟宫殿内突然变得极端安静。倒吊人阿尔杰、隐者加德利亚、魔术师福尔斯都知道世界先生是个疯狂的冒险家，但真没想过他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精神疾病，快要全疯了。这就是力量的代价吗？福尔斯打了个寒战，愈发畏惧格尔曼斯帕罗。疯狂冒险家还能沟通，还能讲道理，疯子就真没办法了。星眼蜡烛也没彻底治疗好他的精神病，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有所预料的月亮埃姆林只觉世界随时可能疯掉。太阳戴里克没去想那么多，只是单纯的关心起世界先生。他本想说白银城有精神分析师可以提供治疗，旋即想到这会暴露太多问题，只好强行闭上嘴巴，将期待的目光望向了正义小姐。正义奥黛丽又惊讶又错愕又疑惑，斟酌着说道，世界先生，根据我的观察，你应该不存在较为严重的精神疾病。如果只是单纯有些焦虑，有很大压力，目前阶段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和正确放松缓解恢复，不需要直接的治疗。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又低笑了一声道，你没有发现是因为之前的精神疾病已经治好？我现在只是预约，如果将来再有类似的征兆出现，希望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这样啊。正义奥黛丽释然点头，他突然有些可怜世界先生，感觉他表面是一周能杀好几位序列5的冷酷收割者，是深沉阴冷的愚者先生眷者，是强大到让人畏惧的非凡者，内心却更接近正常人，正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被各种负面情绪侵蚀，一步一步走向痛苦的深渊。考虑了几秒，奥黛丽诚恳说道，如果你在我能够活动的范围内，那没有问题。成年礼后，他已经拥有一定的自主行动权，可以父母在家族城堡度假，自己滞留东切斯特郡首府斯托恩城，但是这种自由依旧受到限制，不是他想去什么地方就能去什么地方。哪怕在斯托恩城，他也有很多区域不能去，除非将来加入黑夜女神教会的某个慈善组织。好，放牧着旅行家的克莱恩松了口气，让世界做出回答，到时候你来确定地点，并准备好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办法。正义奥黛丽嗯了一声，脑海内已自然浮现出一幕场景，他和世界先生分别处于某些场所的2个包厢内，隔着一层墙壁或木板谈话与治疗。这种情况下，世界先生无法确认墙壁另外那面是不是我本人，对他来说，只要得到有效治疗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如果我无法脱身，能让苏茜蹲在那里，世界先生肯定难以相信，帮他治疗的可能是一条狗。苏茜不知道塔罗会的存在，不到实在没办法，还是不能让他帮忙应付世界先生。奥黛丽想着想着，突然感受到了恶作剧般的愉悦，好不容易才控制住嘴角的微微上翘。敲定好这件事情，克莱恩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转而让世界望向隐者加德利亚道，能提供1箱炸药吗？他相信对方作为海盗将军，这方面资源肯定是不缺的。能，你什么时候要？加德利亚没问为什么。世界格尔曼斯帕罗都杀了那么多个序列5了，1箱炸药只是小事中的小事。和断指一起给克莱恩操纵假人世界道，多少钱？加德利亚并不在意的回答道，就当是购买断指的赠送1箱炸药，在海上并不贵，甚至较为便宜。
我喜欢这种方式。愚者克莱恩暗道一声，让世界点了下头，转而提醒了一句：之前那幅壁画，你们在现实里尽量不要回想，更别说画出来。正义奥黛丽等成员下意识望了青铜长桌最上手一眼，发现愚者先生并没有否定这个说法，皆是凛然，不敢大意。这也让隐者加德利亚就此事写信请教神秘女王贝尔纳代的想法暂时搁置，准备见了面再考虑有没有合适的办法规避影响。接下来自由交流环节慢慢步入了尾声，灰雾之上重新变得寂静。回到未来号上，星之上将加德利亚立在船长室的窗户后，明显的犹豫了一阵，终于他长长吸了口气，又缓慢吐了出去，边推着眼镜边离开船长室，走向弗兰克里的房间。这位大副最近已经被所有船员投票赶到了船舱底层，以免他的实验产物突然蔓延开来。弗兰克里对此相当满意，因为新住所的空间明显宽敞了许多，而且符合黑暗环境这个条件。咚咚咚，加德利亚来到底层，屈指敲响了那扇房门。等一下，弗兰克里高声回应道，不知正在房间里忙碌什么。隔了近1分钟，挽着袖子的他才打开木门，疑惑问道：船长，有什么事情吗？加德利亚没直接回答，借助本身的夜视能力望了眼一片漆黑的内部，看见一条眼睛圆睁望着上方的青蓝色大鱼正躺在桌上，鳞片缝隙里长出了一丛丛绿苗，有的已经成熟，结着麦穗。成功了！加德利亚控制住往后退步的想法问道。弗兰克欣喜点头，旋即又摇了摇脑袋，还没有，不过已经获得重大进展了。我将小麦、蘑菇和一点蔷薇主教的细胞杂交在一起，得到了第1阶段产物，将它们放在鱼的肚子里，哪怕没有一点光照，也能汲取血肉生长成熟。现在的问题是，目标对象是怪物尸体，汲取了它们的血肉后，怎么不让毒素和疯狂累积在最终的食物里？还有，繁殖是一个问题，不可能有那么多蔷薇主教自愿做材料，所以必须让他们具备吸取血肉、自我分裂的能力。听完弗兰克里的描述，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沉默地推了下眼镜道：这样的食物吃到人类肚子里，会不会吸取血肉，自我繁殖？弗兰克里豁然陷入了沉思，过了几秒才道：理论上不会，因为没谁会生吃它们。我得验证一下它们在高温状态下的活性。不，它们现在还不具备自我分裂的能力。有没有活性都不重要。看着混乱状态的弗兰克里，加德利亚又一次陷入了矛盾。好一会儿后，他才缓慢开口道：我有渠道能获得德鲁伊的非凡特性，你需要吗？啊，当然。弗兰克一下激动了，很多时候我的能力已经严重制约了我的想法。我有点后悔了。加德利亚脑海内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第94章遗忘的念头。周一晚上，伯克伦德街160号，克莱恩不知好一事，自己召唤出了自己，准备去调查下水道内隐藏的秘密。在灰雾之上响应的时候，他有犹豫是携带黑皇帝牌还是暴君牌，就像出门前挑衣服一样。考虑到贝克兰德是风暴教会势力非常强大的地区，害怕吸引来高序列暴躁老哥的克莱恩最终还是选择了容纳黑皇帝牌，头顶冠冕，身着黑甲，背有披风。除了这张亵渎之牌，他还携带了蠕动的饥饿阿兹克铜哨塞尼奥尔金币，以及星之上将加德利亚3小时前提供的偷盗者途径神奇物品断指与普通炸药。当然，克莱恩没有带上整箱炸药，这对灵体来说实在太沉重了，他只拿了5根，交给了怨魂塞尼奥尔容纳。至于桑中左伦，他留在了房间内，这是为了克制自身参与战斗的冲动。他的目标很明确，一旦发现问题，立刻远离，不多做逗留，以规避危险。而戾气总会让人变得胆大，想要深入探索，自行解决问题。这里是贝克兰德，最好不要制造太大的动静。而下水道内藏着什么，我无法预见，仅能占卜出有危险。克莱恩望了眼房间内的壁钟，确认目前距离海柔尔习惯的行动时间还有至少1个半小时。他身影获得消失，穿过阳台玻璃，飞至街上，进入了下水道内。肮脏潮湿的环境里，克莱恩拿出1枚鲁恩金币，让身穿暗红外套、头戴陈旧三角帽的怨魂塞尼奥尔出现于前方。接着，他将仿佛2根指骨打磨镶嵌成的镊子交给了自己的密偶，也就是随身携带的。这么短一段时间，他差点克制不住冲动，把下水道井盖偷走。
塞尼奥尔拿住断指，走在了前方，黑皇帝扮相的克莱恩隐去身形，落在后面，与密友拉开了至少50米的距离。有了这么一层阻隔，偷窃癖再也无法影响到他。而本质已是王者的塞尼奥尔同样没有偷点什么的想法，他什么想法都没有。拐入相应的岔路，穿过暗藏的密门，怨魂塞尼奥尔拿着灰白色的镊子出现在了那个半天然半人工的洞窟内。与他上次来时不同，油布包裹的铁铲等器物位置有所改变，右侧斜向下的那条隐秘通道则更深了一点。从这明显可以看出海柔尔目前的重点在哪里。紧接着，并未进入岔路的克莱恩虚靠着下水道的墙壁，背对目标区域，操纵密友一步一步进入了右侧那条隐秘通道。很快，怨魂塞尼奥尔来到了尽头。就在这时，克莱恩突然感觉到密友手里的灰白色镊子出现了轻微的莫名的颤动，仿佛受到了不远处某个未知事物的吸引。那未知事物幽邃深沉，仿佛平静的大海，让人难以窥见具体的状态，有活着的特性，更接近于灵。克莱恩仅能判断出这一点，当即让塞尼奥尔借助镜面跳跃，回到了那个半天然半人工的洞窟内，回到了表面还未被腐蚀的铁铲上，不再尝试穿透通道，深入地层。然后，身穿暗红外套的塞尼奥尔重新现形，将容纳于体内的那5根普通炸药分别安放至不同的地方。每一位怨魂都是爆破专家。做完这一切，塞尼奥尔身影一闪，浮现于克莱恩手中的那枚金币表面。克莱恩一边将金币塞入体内，一边抬起右手，准备打个响指，直接引爆那5根炸药。他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用一场规模合适的爆炸毁掉海柔尔的努力和痕迹，将职业者们引导过来，彻底解决问题。那样一来，不管隐秘通道深处隐藏着什么，都不会给他带来危险了。在贝克兰德，懂得巧妙报警比自己鲁莽攻击有效很多，安全很多。尤其克莱恩还无法确认这件事情是否会涉及半神。我真的是个好市民啊！克莱恩一边自嘲，一边就要啪的点燃炸药。突然，他脑袋左右晃了晃，随之放下了手臂，像是什么事情都未发生一样。谨慎为重的克莱恩当即结束召唤，返回了灰雾之上，然后重归现实世界，进入自己的肉身。就在他忙碌着要把蠕动的饥饿、塞尼奥尔金币等物品带出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时，眉头突然一点点皱起。认真回想了一遍今晚探索的整个过程，克莱恩愕然发现自己似乎失去了一小段记忆。他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引爆那5根普通炸药。侧头感应周围，确认整条街道都很安静后，克莱恩开始相信自己没有打出那个响指。这是切梦家的非凡能力，似乎比莫贝特的强不少。如果不是有灰雾这么一个周转，如果不是我习惯于事后总结经验，也许连引爆炸药的念头被偷走了都无法发现。对方或许也打了响指，但并没有操纵火焰的能力配合，所以未出任何问题。克莱恩表情凝重的想着，准备再做尝试。同样的，为了不被反速找到，他依旧用的是自己召唤自己，自己响应自己的仪式。携带上黑皇帝牌，克莱恩从另外一侧出了伯克伦德街160号，特意绕了2条街道才抵达那下水道入口。这次他为靠近那条岔路，就在入口没多远的地方，借着提升过的火焰操纵距离，感应到炸药，抬起了右手。抬起右放下，克莱恩迅速结束掉召唤，回到了灰雾之上，免得被某个未知的存在攻击。没急着重返现实世界，他坐至愚者那张座椅，复盘起刚才的过程。我又遗忘有没有引爆炸药了，如果不是强迫自己去回想，甚至连这个问题都不会去考虑。真的有点厉害啊！引导海柔尔在下水道内挖掘的那位大概是半神，他为什么不直接寄生海柔尔？莫非因为某种缘由，他被封印在了下水道内某个地方，只能透出一点力量，通过梦境的方式驱使海柔尔帮忙，让断指因非凡特性聚合定律产生异常反应的也是他。他无法控制住这方面的征兆了。克莱恩若有所思地轻敲起斑驳长桌的边缘，大致有了猜测后，他发现自己预定的计划似乎无法实现了，因为他一进入可以操纵火焰引爆炸药的距离，就必然会被窃取走相应的念头，哪怕事后能回想起来，也没法强行弥补。考虑到海柔尔在家中都会被影响梦境，克莱恩怀疑那位的能力范围可能不止到下水道入口，如果被他发现侠盗黑皇帝与道恩堂泰斯有关，那自身就算在卧室内睡觉，
也会丢失相应的念头和记忆。不过，他没法穿透灰雾锁定我。呵，他以为这么容易就能阻止我报警吗？克莱恩想了想，谨慎的招手换来一张纸人，撬动灰雾之上神秘空间的少许力量，借助还未中断的仪式，显化出天使，强行做了干扰。做完这件事情，他又携带黑皇帝牌，依靠那召唤之门进入了自己的卧室。克莱恩现在的打算是去别的街道，随便找户人家，借下纸和笔，书写有隐秘通道，疑似藏着偷盗者途径的半神等内容，然后以黑皇帝的形象把纸张贴到圣塞摩尔教堂的门口，广而告之。当然，他会礼貌敲门，让教堂内的主教们有所察觉，避免普通人先看到。有的时候，最原始的办法最有效。克莱恩正要从另外一侧离开伯克伦德街160号，忽然感觉大地震颤了一下，低沉的轰隆声随即从深处传出。引爆了！炸药引爆了！谁引爆的？克莱恩愕然顿住了身形。这肯定不是他做的，因为不可能延迟那么久，而之前下水道内也没别的谁存在，就算有，想要引爆也肯定会被偷走念头，除非是半神刚好找上门，可哪有那么巧？还有一种可能，那位偷盗者途径的半神自己做的，他之前连续窃走我的想法，阻止我操纵火焰，是在争取时间，留出转移的空隙，现在终于完成，于是引爆炸药，毁灭证据。这比较符合逻辑，因为他应该很清楚，一个无法被追溯出来历的强者，如果铁了心要报警，是阻止不了的，最好的办法还是像壁虎那样断尾求生。可是如果他能转移，为什么要引导海柔尔去挖掘密道？这种转移对他是极大的伤害。克莱恩想到了一些可能，但又无从证实，而他确信地底的爆炸肯定已引起注意，于是立刻将蠕动的饥饿等物品留下，结束召唤，返回了灰雾之上。重归现实世界，他终止仪式，收拾好祭坛，处理掉相应的痕迹，躺到了床上。伯克伦德街39号，马赫特议员家。根本没睡的海柔尔被地底的震颤和低沉的轰鸣惊到，走至阳台，拉开窗帘，眺望向下水道入门，没发现明显的异常。观察了好一阵后，惊疑不定的他决定取消今晚的行动，安心睡觉。就在这时，他突然听见吱吱吱的声音，忙扭头看向阳台一角，那里不知什么时候已多了一只皮毛满是脏水的灰色老鼠。第95章人来人往。躺至床上的克莱恩最终还是没能一觉睡到天亮，因为他认为在整条街道大部分人都被地底动静惊醒的情况下，睡得很熟什么都没有察觉，反而容易引人怀疑。果然，他刚刚起床，走至阳台，拉开窗帘，假装寻找轰鸣声源头时，管家瓦尔特就已经来敲门，安排了2个拿双管猎枪的仆人保护雇主，防备意外。没过多久，警察们抵达，根据街区多位居民的讲述，将下水道锁定为目标。在之后，他们发现了什么？有没有请求职业者援助？普通市民道恩唐泰斯先生就不得而知了。初步确认不会再有意外后，他就打发走管家和仆人，赶紧上床补眠。等到他睡醒，伯克伦德街已恢复正常，行人三三两两，马车偶尔往来，道旁一株株因蒂斯梧桐树继续让这里显得幽深宁静。调查结果出来了吗？克莱恩边望着镜中的自己，边询问帮忙整理衣着的贴身男仆理查德森。理查德森早已打听清楚，就等着雇主询问，当即回答道：据说是有黑帮人员在附近下水道内交易军火，不慎引发了爆炸，真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克莱恩没再多问，甚至未去考虑那位能窃走自己想法的偷盗者途径半神最后去了哪里，有没有被职业者找到。这一是因为他相信对方主动引爆炸药的行为肯定会对本身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如果有足够的能力或者说合适的环境，那位早就寄生海柔尔了，不需要那么周折和麻烦，也就是说2-3周甚至2-3个月内，克莱恩不需要再担心对方做出什么事情。二是由于再追查下去，将那位逼至绝境，克莱恩毫不怀疑自己也会受到伤害。一旦对方不再顾忌什么，大范围的影响周边区域，那他就算没暴露身份，也会承受半神的攻击，并连累这片街道的无辜居民。除了这2个方面的原因，克莱恩还顾虑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原本正常的伯克伦德街，如果连续出现异状，肯定会引起官方非凡者的深层次怀疑。而当这一切都是在道恩唐泰斯搬来后才发生，
克莱恩就算浑身长满了嘴巴，也解释不清楚，到时候他只能自行放弃计划，重新考虑别的方案。最近不能去下水道内，大概率有官方设置的陷阱，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不露痕迹的留意海柔尔，看他是否还有异常，一旦发现危险的征兆，立刻化身侠盗，去圣塞摩尔教堂门口贴小广告。克莱恩表情平静地下楼用了早餐，然后回到主卧，让贴身男仆理查德森侍候于门口，自己则从钱夹里拿出了那只快要破损的千纸鹤。他打算最后再利用一次，将星之上将给出的筹码转告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看他是否会答应。正常来说，他可以通过上门拜访的方式来完成这件事情，但在艾伦医生没有邀请，自身也缺乏足够理由的情况下，拜访并不是好的选择，容易让人怀疑动机。总不能告诉艾伦医生，我不是找你，是找你夫人肚子里的胎儿。小心翼翼摊开那张千纸鹤，克莱恩瞄了眼上次留下的铅笔字，直觉的相信只要动用橡皮擦，这纸张肯定会破掉。不过这无法为难到他，他拿起黑色吸水钢笔，直接在纸上书写起单词。那边已给出交换的筹码深蓝近黑的墨水，比起铅笔印痕鲜明了不知多少倍，所以虽然两部分文字完全重叠，但一点也不影响他人辨认出最上面的单词。办法总比困难多。克莱恩满意点头，将摊开的纸张沿纹路折回了千纸鹤状态。这一次他怀疑再拆开都会造成破损了。白银城，伯格家。自从塔罗会结束，戴里克就像变成了石像，坐在床边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他才被外面街道上传来的声音吵醒。可是那噩梦一样的感觉依旧笼罩着他，让他走向窗口的步伐显得颇为沉重。神可能已经死了，神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类似的想法在戴里克脑海内不断回荡，酝酿出难以遏制的绝望和痛苦。虽然在亲手杀死自己父母时，他就已经怀疑神是否还会归来，是否还会再眷顾被他遗弃的黑暗之民。之后更是想要依靠愚者先生，让自己化身为真正的太阳，帮助白银城居民摆脱宿命的诅咒。但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周围的环境依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使他还是期待那位造物主归来，期待白银城的献祭与忏悔能够获得回应。而现在这所有的希望都被摧毁了，只残留下最后一点，并且随时可能被黑暗淹没。白银城也会一直这样下去，最终彻底消失于黑暗里，再也没有人记得我们曾经存在过，挣扎过。戴里克将目光投向窗外，看见自身所住区域的不少居民聚集在一起，自发地做着祈祷，向创造一切的主忏悔。这不是六人议事团组织的仪式，而是白银城2、3千年以来形成的传统。有了好事要祈祷，感觉情绪不稳定要祈祷，家里有人受伤要祈祷，新生命诞生也要祈祷。闪电划破天际，照亮了街道。戴里克站在屋内的黑暗里，呆呆望着外面，许久没有移动，可双手不知不觉已是紧握。等到那些居民散去，他终于收回视线，表情有所扭曲，伸手触碰了下雷神的怒吼。戴里克目光逐渐坚定，准备按照倒吊人先生的说法，结交一些朋友，从侧面帮助自己。很快他又变得为难，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主动的去交朋友，怎么热情的和别人打招呼，找话题，这是违背他性格的事情。思前想后，戴里克决定去训练场，用格斗的方式与原本的熟人们重新建立起交情。那里属于白银城的人群聚集地，他经常能遇见还算熟悉的人。又是一个深夜，克莱恩如愿在梦中看见了漆黑荒芜的平原和神秘阴暗的尖塔。穿过一道又一道阻碍，他抵达了洒落有塔罗牌的区域。一辆黑色婴儿车早已等于那里。裹着银色丝绸的威尔昂塞汀用清亮的嗓音问道：都有什么筹码？这次很积极很主动吗？你序列1的矜持呢？不过小孩子就是这样，这心态保持得不错。克莱恩暗笑一声，开口说道：2个筹码，任选一个。一是看一次命运之轮牌，2是弱小期短暂恢复一定实力的办法。威尔昂塞汀沉默了1秒，呵呵笑道：那边是贝尔纳代啊。我的预感果然没错，这次能收获点好东西。接着他反问道：你认为我会选哪个筹码？克莱恩下意识的想法是，我有一次提问机会了，旋即自嘲一笑道：2吧。威尔昂塞汀啧了一声道：我看起来像是没有类似办法的神话生物吗？我已经重启了不知多少次，
肯定会有意识的提前做准备啊。有道理，克莱恩点了点头道，您想看命运之轮牌，或者让他们再换筹码？威尔昂塞汀吸了吸手指道，我选择2。克莱恩的表情一下僵硬在了脸上。这时威尔昂塞汀笑道，多知道一个办法，就多一张底牌，这难道不对？对，你说的都对，克莱恩无奈回应道。好的，什么时候完成交易？威尔昂塞汀挥舞了下短短的手臂道，当然是等我出生，有了脐带血。这大概在7月初，也可能提前。说到这里，他恢复了肢体的安静，轻笑开口道，如果他们想提前把那个办法给我，我也不介意他们。克莱恩下意识反问道，不明白水银之蛇为什么知道是他们，而不是单独的他，神秘女王贝尔纳代。威尔昂塞汀吸起手指，含糊不清的说道，贝尔纳代早就过了需要一滴神话生物血液的阶段，这应该是他为自己手下准备的。这样啊？隐者女士需要？克莱恩若有所思的问道。这么一滴神话生物血液有什么作用？某种魔药的主材料。他联想到了永恒烈阳一滴神血可以作为无暗者魔药主材料的事情。不，其他途径服食命运途径神话生物的血液是想自杀吗？威尔昂塞汀嗤笑道，我听说窥密人途径的序列5晋升序列4需要完全解析一滴神话生物的血液，从中获得复杂而庞大的知识，这属于仪式的一部分。而因为采用的神话生物血液不同，一旦成功，他们在神秘学家这个阶段的擅长也会有一定的不同。还能这样？不同途径不同序列的仪式各有特点啊。克莱恩有所恍然的行礼道，感谢您的解答。威尔昂塞汀挥了下手道，不再来打扰我，让我安安静静的出生就是最大的感谢。不等克莱恩回应，他又补了一句，把那个办法给我不算打扰。说完，黑色婴儿车倒退，进入了阴影里，消失不见。克莱恩看到周围塔壁随之垮塌，无声舒了口气，准备挣脱出去重新再睡。就在这时，他精神一凛，发现有新的力量侵入了自己的梦境。刚走一个又来一个，这比白天还热闹啊。克莱恩一边牵引梦境按自己想法变化，一边装出迷迷糊糊的样子左右张望。